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之际，央视新闻播出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逐梦》，从解放军山东舰航母编队穿越台湾海峡，到运油20为歼15首次空中加油对接，再到中国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军海南舰从接装到形成战斗力，一系列罕见画面首度公开，受到高度关注。2021年4月23号，中国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在三亚某军港交接入列。075型两栖攻击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最新一代两栖作战舰艇，最大排水量超过4万吨，被网友们称为“小航母”。新型首舰两个词叠加起来，对于全舰官兵来说，意味着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海南舰指舰载机返航，计划1动多动着舰，建议调整航向1.5动，航速10节。电子明白。两栖登陆是世界公认的最复杂的作战样式，直面敌人陆海空密集的火力打击，作战窗口很短。起降一架飞机需要几十个岗位的配合，保障一个波次有近100个操作流程。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投送出更多的兵力和装备，全舰官兵不断地优化作业流程。火箭已抵达任务海域，立体投送部署，空管5钥匙，34里出完毕安全。上口上两组，开始按计划转运舰载机通过。尾跳板平水面。明白，尾跳板平水面。明白，我们来看，尾跳板平水面。海南舰舰长张美玉表示，海南舰作为几万吨的巨舰，体型相当于20多层楼高，200多米长，有近1000个舱室。海南舰上有一个面积相当于20个标准篮球场的直通甲板，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海南舰既有能自主防御反击的导弹、近防炮等多种火力系统，还有能搭载多型舰载直升机的直通甲板，以及装载多型坦装和气垫登陆艇的内部坞舱。我们两栖攻击舰，它作为一个大型的两栖作战平台，在联合登陆作战中担负主要的投送兵力，也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飞机、气垫艇，通过这个其他的装载设备等等，把我们的陆战兵力投送到登陆作战场，参加我们的联合的登陆作战。第二个的话，我们作为两攻，不仅具有联合作战能力，我们的远洋能力也很强。比如说在海外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远海部署，可以起到这个警戒、这个威慑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担负很多多样化军事任务。张美玉强调，海南舰作为重要的新质作战力量，维护国家统一的拳头，势必要打造成优质战斗力，确保能够随时在世界各海域执行国家所需要的任何任务。去年10月，海南舰通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作战能力。075是完全为两栖作战任务所打造的两栖攻击舰，所以它的整个的功能，包括我们说各层甲板的这种高度啊，包括这个内部的车辆跳板的尺寸，这些因素全部都是为了满足尽快的更好的去投送两栖作战部队的任务。所以075是很纯粹的两栖攻击舰。那么这种纯粹呢，好处我们说第一是它的这个成本可控，那么建造速度相对比较快。这个恰恰是我们对两栖攻击舰的最大的要求，所以075应该来讲，我觉得是现在整个世界上性能最先进，同时呢也最用得起的一款舰艇。深圳卫视注意到，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逐梦》首度公开了山东舰穿越台湾海峡的画面。期间，该舰突遭外机跟踪侦查，为保证自身安全，山东舰紧急放飞了4架挂载导弹的歼15舰载战斗机予以驱离。空空构型歼术飞机4架，2等转1等。空空构型歼术飞机4架，2等转1等。央视公布的画面虽然不多，但引发外界激烈讨论。观察人士指，2等转为1等，指舰载机和飞行员的战备值班等级有所提升。这说明航母本身在航行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也显示航母和舰载战斗机状态良好，飞行员随时能战。此外，能够一次起飞4架战斗机，表明山东舰具备了完全的作战能力。山东舰穿越台湾海峡的画面首度曝光，引发岛内媒体热议。
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认为，从航母山东舰的歼15战机挂弹可以看出，作战强调的是制空权。航空母舰的训练的风险比在平地用一般的机场来看呢，难度是高。我们知道航空母舰它虽然它的长度是305公尺，但是它可以使用的跑道的长度啊，也只有130公尺起飞。那非常的短的这个跑道的起飞啊，它的难度就是比较高，风险就比较大。值得一提的是，运油20和歼15首次空中加油对接的画面也首度公开。距汇合点还有30公里，准备放软管。歼15在首次空中加油中，准确地将受油探头与运油20的软管对接。我坚信，越来越多喷棚的加入，大国必保，必将伸展自如，挥动有力。此前，解放军曾公开过运油20为歼10C、歼16和歼20等机型进行空中加油，而歼15舰载机此前仅接收由同型战机改装的加油机加油。分析认为，歼15与运油20的首度同框，显示解放军不同军种能相互协同、共享资源的能力稳步提升，可以充分发挥解放军航母编队的最大潜能。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向深圳卫视分析，此次解放军一次性公开大量罕见画面，展现了自信与开放，也有力威慑企图干涉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任何外部势力。那么这种对水准的认识、准确的认识，我觉得应该来讲会让很多试图挑战中国，尤其是破坏中国海权的国家，感觉到这种行动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所以，其实对于山东舰来讲，我们说它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进行远航，包括深入到过去没有深入到的大洋的深处。那么实际上呢，也体现了我们海军在实战化演练上的水平，体现了我们国产航母战斗力和它的这个实战化的程度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深圳卫视注意到，逐梦还特别介绍了解放军的城市攻坚战演练。城市攻坚战被称为地狱里的战斗，因此对我们整个突击队来说，这场战斗必定是血与火的高难对抗。某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内，指挥员下达指令，红方突击组对目标区域发起攻击。同志们，现在所处区域情况复杂，各小组要灵活协同，务必于天黑前夺下要点。红方突击1队进入目标工厂，向制高点发起进攻。红方突击2队为夺取底层建筑内部控制权，对楼内发起攻击，却遭遇蓝方爆炸陷阱。与此同时，红方通信受到蓝方干扰，无线电通信信号丢失。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研判局势后，决定派出红方机降分队前出支援，摧毁蓝方信号干扰源。随着空军分队对目标区域重火力点实施精准打击，红方突击组对蓝方指挥部发起了最后攻击，最后顺利夺取目标区域控制权。